又见面了！正在看这部视频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今天要带你们看一辆颜值跟它的内涵非常不相符合的一辆电车，也就是我身后这一辆，来自 GAC 子公司的品牌 Aeon 的 Aeon Y Plus。到底这辆车有些什么内涵呢？等下就让我分享，让你们知道。在影片开始之前，希望第一次来我频道的观众朋友，又或者是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观众朋友，可以支持我一下，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启小铃铛。在这边也非常谢谢你们的支持。OK 了，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看一下这辆 Aeon Y Plus 吧。好，观众朋友，现在我们眼前呢就是来自 GAC 子品牌 Aeon 的 Y Plus， 看到它的外观设计是不是非常的前卫呢？我觉得一些可能比较年长的买家，可能对于这辆电车的外观设计，可能就没有这么有好感啦，因为太过前卫了。可以看到它整个 bumper 呢都是采用了封闭式的设计，完全没有沙龙啊，有啦，下面有一点沙龙啊，还是可以给这一个有一点小小的撞风扇的效果啊。然后它的头灯呢也是非常 special， 叫做 Angel Wing 的 design， 可以看到它周围呢好像天使的翅膀这样子的 daylight， 当然也少不了啦前面的 camera 还有 radar， 没错，这辆车呢也是具备了这个进阶式的安全行车系统。至于这个 Aeon Y Plus 呢，它的定位是一辆 MPV 型的车啦，它是一个5座的 MPV 型的车，所以可以看到它的离地间隙不像现在的那种 SUV 都市型的 SUV 离地间隙比较高，所以上下车呢是非常方便的啦，对于老人小孩。至于它的铝圈的 design 呢，我觉得算是中规中矩啦，它是采用了一个 metallic gun 的 color。这样的 size 的车配上18寸的铝圈，我觉得还算是蛮 match 一下的啦。它整个的大小比例非常的刚好。至于它的车尾的尾灯哇，非常的简单直接，贯穿式的 LED 尾灯，直接一条线，没有给你太多的白灯，就是一条线的贯穿式的 LED 尾灯。然后尾盖呢，它也是有这个 Power Tailgate 的功能。OK。打开这个尾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后尾的尾箱容量也是非常的大一下的打开这边，哇，它是有一个 spare 打压的嘞，它不会因为是电车没有给到你 spare 打压嘞。哇，这个东西一定非常吸引马来西亚的买家，因为马来西亚的买家一定问有没有 spare 打压？spare 打压在这边Nice。OK， 我们打开了这个 bonnet 盖有一点小小可惜的是，这个 bonnet 上面呢没有那个隔音棉就非常的裸露这样子出来。其实可以看到它的 engine room 算是蛮小的，OK， 它的 area 就大概是在这边罢了。然后它也没有任何的盖把这个东西盖起来。我觉得其实可以加一个盖把这个东西盖起来，这样子比较美观，因为这样子看有点乱刚刚我讲到这辆车它的外观其实算是普普通通它的最主要东西就是它的车里非常的有内涵。现在我带你们看一下到底它内涵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个后座的空间非常的巨大，所以为什么我会讲这辆车的内涵是在车里面的？可以看到前面的椅子已经是调成驾驶状态了啦。你看这个距离有很多个拳头距离，所以为什么我会说这辆车它的内涵是在车里面要知道有些日系品牌他们为了增加这个椅子座位就硬把一辆尺寸不是很大的车硬的塞7人座。可是这辆 Aeon Y Plus 呢，它就直接把后尾本来可能要塞第3排的位置直接 cut 掉，然后把第2排呢移去中间一点，让这个前座的椅子跟这个膝部距离变大，所以你坐下来的感觉，哇，整个的空间感非常的宽广。这个椅子真的是非常适合一些很喜欢坐那种大车的人哇，这个买这辆车其实不应该做 driver， 应该做 passenger， 它这个空间感太舒服了。然后我强烈建议这个 Aeon 他们可以出一个 accessory 挂在这边，这样子我就可以打电脑了我可以做工了我请个阿嬷来驾车，我在那边做工吃饭，哇，何乐而不为？空间这样大，我要做工都 OK 嘞。所以这个后座空间真的是一级棒这个没有的好闲有道理。这辆车既然是一辆 MPV 车如果它的椅背倾斜角度它可以做到好像 Perodua Aura 这样子躺的幅度更多的话就很完美了。现在的椅背倾角度虽然讲 OK 啦，算舒服啦，但是我对它有更多的要求。我希望它的椅背倾斜角度可以调到像 Aura 这样子，哇，真的坐起来那感觉这个后座乘坐感真的是非常完美的一辆车。至于这个椅子的皮椅用料可以看到它的泡棉呢属于那种 Q 弹的，然后摸起来呢，它的皮革是有滑滑的感觉，非常丝滑。这个椅子不错。
等一下，我们来访问一下我们的老板。boss， 你觉得这个后座够宽吗？超级无敌宽，一流啊！哦，你们可以在刚刚，因为我的镜头太过靠近了，我们来看一下远镜头。多少个拳头啊？我也不知道了啦。很多拳头是吧？最少都有1尺啊！所以这辆车的内涵是不是在后座？我觉得这个后座太赞了。几时要买这辆车啊？明天。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这辆 Y Plus 它的 interior 呢，我就觉得比较简单一点啦，没有太过那种很浮夸的设计了。这个 dashboard 上面是 hard plastic， 这边是软皮革材质，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dashboard 的宽度真的非常的大。如果是说这个 Aeon 它要把这个前座的椅子的空间再做大一点的话它只要把这个 dashboard 往前移，做小个一点。这个前座的空间感一定会有。前座的空间感一有，后座的空间又变得更大了。这一个 dashboard 可以把它做小一点，这样子整体的空间就利用到很充足。我会觉得它的这个驾驶的 view 它很像以前的一辆车，就是 Citroen 的 Picasso 吧。可以看到它整个大镜是从上往下延伸下去的，所以它的驾驶的 view 是非常宽广的。那个视觉死角是非常的少的，整个的这个驾驶的 view哇，对于你司机来讲一定非常的喜欢。OK， 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3大件：大电视机、大沙发、大冰箱。不好意思这个没有大冰箱了它只有2大件。这一个触屏主机呢，它是可以支援 Apple CarPlay 的啦，感觉还算 OK 啦，不过它 software 有点少了，就可能之后要去研究一下有些什么东东当然不止这样在中间的 console 位置呢，它也是有一个 wireless 的 charging port。再来这边也是可以让你放电话。现在的人呢，有些时候不只是一架电话，所以有2个地方可以让你放电话。再来就是它也有2个置杯架，但是这个中间的 console 我觉得就属于比较单调了一点吧，就没有太过特别。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储物空间，可以让你放锁匙之类的东西。然后我们在这边呢，也可以看到还是有一个 meter 在这边的啦。所以整体它的 information 呢显示的，我觉得还算是蛮高清一下的，不会像它的对手小小哥啦对手是哪一个？你们自己去想一下。进档方式呢是采用了这种排档杆的啦，在右手边 PRND，OK， 这是一辆电车，所以它的进档方式是在右手边。然后它的 signal 呢就在左边，所以这辆车的话呢就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这个 signal 在左边的问题。只不过它的这个排档杆的质感我觉得很 solid 有那种铁的 feeling， 你可以感觉到你摸下去有一种冷冷的感觉不错。我觉得这个 steering 手感不错，比起它的对手手感太过大个了，这个手感我觉得非常的 OK， 然后大小也适中。至于这个椅子的乘坐体验嘛，我会觉得它的椅子的泡棉呢，这个前座的椅子的泡棉呢是属于那种 Q 弹的，然后有支撑性的，椅子的皮革也是那种属于丝滑的，整体坐起来就跟其他中国电车一样差不远整个的乘坐姿势还算 OK 啦。看完了这么有内涵的车内空间来讲一下这辆车其他有内涵的地方。首先就是这辆 Aeon Y Plus 呢，它是有2个配置 ，Elite 和 Premium 版，它们售价分别为 Elite 149,800块钱 ，Premium 版则是135,800块钱。虽然讲它们2个版本相差了16000块钱可是除了内饰一些配置以及 Premium 版有的 V2L 功能之外，它们的动力以及电池续航都是一模一样的。这辆 Aeon Y Plus 呢，采用了前轮驱动，马达可以输出204 PS 的马力以及225牛米的峰值扭力，采用了 63.2 kWh 容量的电池。至于充电，它是可以支持 6.6 kW 的 AC 充电以及80 kW 的 DC 快充。AC 充电从30% 充到80% 需要5个半小时，而 DC 充电的话呢，从30% 充到80% 则需要30分钟。而且这个 Aeon Y Plus 采用的电池也是大有来头的，叫做 Magazine Battery。据官方讲他们的电池即使用这个 M4A1 射穿洞也不会着火这样来讲的话呢，这个 Magazine Battery也是蛮厉害一下的啦。至于它的续航官方给到的 NEDC 数据为490公里。如果换算成更加严苛的 WLTC 计算方式来讲的话，它的续航大概是有400公里。再来就是这辆 Aeon Y Plus 呢，虽然讲它是一辆 MPV 型的电车，但是如果我们不看这个车型定位来讲在马来西亚它的直接对手就有 BYD 的 Atto 3以及 Chery 的 Omoda E5。
虽然讲这3辆电车的续航、马力、扭力都差不多啦，而这个 A1Y Plus 呢，它的外观却没有 Omoda E5 那么好看，内饰的话呢，也没有像 Auto3 那么多的设计感。可是这个 A1Y Plus 胜在它的价钱比它的对手来得更加的便宜。如果是说不想要追求配置，想要入手一辆基本能用就好，或者是打算入手电车来做 Grab Car 的买家，也可以选择更加便宜的Elite版本。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满足你们以上的需求啦。OK， 观众朋友，基本上就是这辆 A1Y Plus 的它的一些大致介绍啦。讲真的，我非常期待可以试驾到这辆车啦。其实应该不是讲试驾啦，我比较想要做后尾 passenger side 请人家来载我一下，兜一圈，到底这个后座在马路上开起来的感觉是如何？有没有 showroom 愿意载我一趟呢？所以想要知道这辆 A1Y Plus 它的试坐体验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我频道，这样子的话呢，你们才不会错过接下来我去试驾以及试坐这辆 A1Y Plus 的视频内容啦。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